江城凤凰金街有家神仙小馆，炒饭50，茶叶蛋100，身家过亿的老板却天天排队。鼎丰集团董事长周总盯上他，派30年行政总厨郑建国上门摸底，要把配方拆回去量产。大冷天的，您把我从总部大老远调到江城来，就为了这么个连星级都评不上的路边摊儿？可别小看这个路边摊。你翻到第2页，看看它的菜单和定价。一碗蛋炒饭卖50，一杯酸梅汤88，连个最普通的茶叶蛋都敢卖100。还有这180。郑建国嘴上不服，食物哪有治病功效，纯属噱头。周总不在乎真假，老板们吃这套就行。先礼后兵，连人带招牌一起买，软硬不吃就动手段。郑建国自信杀鸡不用牛刀，一上午破解配方。这纯粹是无稽之谈。我在厨房里干了30年，药膳也做过不少。食物就是食物，哪有吃一顿就能把老毛病治好的道理？摆明了就是为了宣传罢了。是不是噱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江城这帮老板们吃这一套，资料上写得清楚，就这么几道普普通通的家常菜，身价过亿的老板每天准时排队。老郑，餐饮界里能让大老板们心甘情愿掏钱排队的东西有几个？不管味道怎样，他这些炒饭、面条、豆腐，目前看来确实有过人之处。我明白了，周总，明天一早我亲自去一趟凤凰金街，会会这个姓林的老板。只要让我尝一口，不管是秘制高汤还是特殊香料，我保证一上午就把配方和火候摸得清清楚楚，1比1的复刻配方就能摆在您办公桌上，布置出来最好。咱们中央厨房直接上线。不过做生意讲究先礼后兵，最好连招牌带人一起买下来，省得以后有纠纷。你明天动作快点，赶在下午飞机起飞前利索解决，别在这种小地方浪费我太多时间。周总，这种开在老街上的手艺人，骨子里大多有点轴，万一他软硬不吃，给钱也不卖呢？不卖？老郑啊，你做菜是一把好手，但做生意还是太本分了，在鼎丰面前由不得他不卖。他要是不识相，那就让他见识见识咱们的手段。我只觉得是杀鸡用牛刀。一个路边摊的厨子，自己一口就能破解他的底牌，根本犯不着动用手段。放心吧，周总，明天上午我亲自去探底。这种小作坊的把戏，在我这里藏不住的。江城这些老板还真是没见过世面。被一个搞饥饿营销的小饭馆耍得团团转，大冬天跑来这儿喝西北风。等会儿我倒要尝尝50的炒饭，328的豆腐，到底能吃出什么仙丹妙药的味儿。郑建国到店，3样招牌点齐：至臻牛肉面、肉末酿豆腐、蛋炒饭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蛋炒饭金包银，猛火快炒，考验的是10年腕力。可那股纯正蛋香一入口，30年老厨脸色变了。表面功夫倒是做得很足，难怪能唬住外面这帮外行人。您好，请问吃点什么？1碗至臻牛肉面，1份肉末酿豆腐，再来1份至臻蛋炒饭。好的，先生，一共604元，扫这里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一碗最基础的蛋炒饭，最能考验厨师对火候、油温与颠勺手法的绝对掌控力。金包银，这种做法在高端饭店很常见，却极其容易翻车。手速火候差1分，米饭就会粘成一团。这颠锅手法没有10年苦功是绝对练不出来的。这小子的腕力很稳，火候卡的也准，基本功扎实又怎么样？区区一个小饭馆，凭什么敢把1碗炒饭卖到50块钱？这股香气，我混迹顶级厨房30年，接触过无数高端食材，从来没有闻过这么纯正的鸡蛋香气。哇！让我来尝尝，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
只有一点点提味的精盐，一点点去腥的小葱，没有鸡精，没有味精，没有蚝油，没有骨汤，这不可能。所有的醇厚鲜甜完完全全来自大米和鸡蛋本身，市面上的蛋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味道，就算是顶级大米也达不到这种离谱的口感和甜度。蛋炒饭讲究猛火快炒，烤的是爆发力；酿豆腐讲究慢火微炖，烤的是耐心与细腻，跨度极大。大清早一个人守着厨房出餐，体力精力消耗巨大，也不可能每道菜都保持巅峰水准，必然有顾此失彼的瑕疵。就算炒饭做得再绝，也不代表他什么菜都毫无破绽。还说什么功效，简直荒谬，无非就是抓着有钱人的心理搞出来的噱头罢了。这基本功真绝了。酿豆腐更惊人，石磨岩卤手做，黑山猪肉手剁，高汤慢煨入味。郑建国30年胃寒，一道菜下肚，暖流化开寒气，不用药材，立竿见影。这已经不是厨艺，是神技。把高汤的味道全逼进了豆腐里。可这食材，这猪肉，这豆腐，这未炖的高汤，都是我当厨师30年来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品级。底子不够，手艺再高也是白搭。我常年在后厨试菜，吃饭从没个准点，又常年空腹喝落茶，30年下来，胃寒、酸消、痉挛、抽痛是家常便饭。可现在，我怎么感觉一股温和厚重的暖流在胃底慢慢化开，将常年累月积压在里面的寒气与抽痛感，蛮横却又极其舒服地往外驱散。好久没这么舒坦过了。这不是虚假宣传，这居然是真的。一道菜不用任何药材，单凭食材本身的属性和完美的火候，吃下去就能立竿见影，缓解驱散。这在现代餐饮科学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舒坦，此时此刻像是在温水里泡过一样，胃里充实的满足感，我都感觉这30年来的饭都白吃了。买断配方和招牌，实在不行就砸钱断他货源。买断配方，断他货源，这种级别的食材还有这种功效，人家能培育出这种东西，会差顶峰手里那区几千万。别说2、3倍的价格，就算把整个顶峰的现金流全砸进去，人家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。一顿饭吃服了老厨神，配方买不走，食材断不了，能培育这种食材的人，砸光顶峰现金流也请不动。临走再被一杯茶镇住。破旧老街的小厨子泡的是西式好茶，这仗没法打。太不可思议了，这是我喝过最好的茶，没有之一。我什么顶级茶室没去过，可在这破旧老街上的年轻厨子，竟然有这种级别的西式好茶，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拼？林老板，你好，吃饭菜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太没问题了。我干了30年的厨师，今天在林老板这儿，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郑建国索性摊牌，亮明顶峰行政总厨身份，承认来偷配方，江城街坊当场炸锅护店。林家铺子是江城人的宝贝。郑建国苦笑交底，工序我全懂，就是做不出来，别费劲，复刻了。
既然林老板知道，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我们老板看上了你这家店，我今天来原本的任务是来摸你的底，打算吃一口你的菜，把里面的配料和火候拆解出来，然后带回集团中央厨房1:1复刻量产。一个老东西说什么呢？跑到林老板这儿来偷配方，还要搞什么中央厨房流水线量产？怎么着？你们那什么破餐饮集团，还想仗着公司大来压人？我告诉你，老林这店是咱们江城人的宝贝，你们外地资本想来这儿撒野，真当咱们是吃素的？原来是顶峰集团的人，你们周总的胃口倒是一直挺大，这2年没少在各省到处吞并私房馆子，怎么见不得别人家生意好，派你这个行政总厨来当商业间谍了？真把我们江城当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地方了。你回去转告你们周总，这林家铺子的东西，不是他能强取豪夺的，小心手伸得太长，把手给折了。李总，消消气儿，犯不上。既然是来拆解配方的，那吃出来了吗？吃出来了，但也等于没吃出来。林老板，咱们都是颠勺的，我也不说外行话。这道肉末酿豆腐我干了30多年，工序门清，纯手工石磨底子，盐卤点浆，黑山猪肉手工剁馅，不带一点筋膜，底油慢煎封口，最后高汤小火媚炖收汁，工序我懂，火候也能学个8、9不离10，但我做不出来。别说我，把顶级大厨全请到顶峰中央厨房，也做不出你这味道的1/10，品质早就超出了常规供应链。那种鲜甜原香，根本不是手艺能补的。既然吃明白了，那就不用费心思复刻了。是复刻不了，但林老板，我们周总右口极大，复刻不了的，做不出来就砸钱，买断你这铺子的招牌和配方，查出你的供应商，买断你所有货源，把你硬生生拖垮。敢！知道了，多谢提醒。那我就不打扰林老板做生意了。今天这顿饭是我30年来吃的最舒服。狠话传到，街坊们比林老板还气。资本大鱼吃小鱼，手段脏得很，有事尽管开口。工地上几百号兄弟待命，林老板却只一句：进货渠道他们查不到，断不了。店开1天，没人能掀桌。资本扩张到瓶颈，就爱搞大鱼吃小鱼的把戏，见怪不怪。不过林老板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这帮人背地里手段脏得很。你要是在供应链上遇到麻烦，尽管开口，别硬扛。对，还有我，他们敢来捣乱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工地上几百号兄弟呢。陈董、李总，好意我心领了。不过放心，我的进货渠道他们查不到，也断不了。这店只要我开1天，就没人能掀翻桌子。也是，老林这底蕴哪是那帮只看报表的资本家能摸透的？吃饭吃饭，刚才光顾着生气，这肉末酿豆腐都快凉了。证件国回总部交底，配方复刻不了，店也买不下来，这人惹不起。周总不信邪，食材越好，供应链越值钱，挖过来包装成高端概念，推向全国，就是滚滚利润。他下令查。错了，一个连招牌都不起眼的路边摊厨子，你跟我说惹不起？周总，他店里的食材根本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色，这人手里的资源深不可测，砸钱挖供应商，大概率白费力气。我看你是越老胆子越小。他真有那么大背景，还用窝在破街上开小饭馆？行了，你不用管了，下午跟我回总部开会。既然这林老板这么固执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派人查他的底。只要他在江城进货，我就掐断他所有货源。我倒要看看这店还怎么开。真是越老越糊涂。食材越好，说明背后的供应链越值钱，挖过来包装成高端餐饮概念，推向全国，那就是丰厚的利。孙可领命，调研部2班倒，24小时盯死前门后巷，不进店不惹事，只记送货车牌、司机长相，3天内把供应链扒干净半成。华中区年终奖翻倍，一张网悄然撒向小馆。不查资质，查他的供货渠道，从调研部挑几个手脚麻利的人，分成2班倒，24小时盯住这家店的前门和后巷，别进店惹事儿。我要知道他每天的进货时间、送货车牌号、司机长什么样，还有那些肉和菜是从哪个市场冷库物流园拉出来的。3天之内把这套供应链的底细给我扒得干干净净，供应商名单直接发我邮箱。明白，周总，我马上安排。1辆送菜车而已，用不了3天，明早我就能把车牌号给您报上去。
别大意，这事儿办好了，年底华中区的奖金翻倍，去办吧。等断了你的货源，我看你还怎么硬气。到时候你自然会乖乖低头谈收购。凤凰金街林家铺子，找几个年轻力壮的去给我盯紧他。孙总，盯个街边饭馆干什么？周总亲自安排的活儿，查他家的食材供货商，估计是这家店有野路子货源，或是特别的进货渠道。你们机灵点，24小时轮班，只要看到送菜的货车、三轮车停在后门卸货，立刻拍照录像，记下车牌号，顺藤摸瓜。明白了？这活儿简单，蹲1-2手肯定能摸出来。小饭馆进货，无非就是凌晨批发市场拉货，或是菜贩子清早送上门。去吧，别开公司的车，免得打草惊蛇。陈哥，孙总是不是小题大做了？大冷天的这活找个跑腿的干不行吗？少废话，老板安排的活照干就是，盯紧点。这种店送货时间不固定，有的半夜送，有的大清早送。车一停，马上拿手机拍。小馆里却是另一番光景。林老板给女儿团团下厨，一锅肉汤，一盘蛋炒饭，父女俩吃得香甜。外面的刀光剑影半点没进这间厨房。蹲守一夜一无所获，没有送货车，只有个女学生清早进门。赵经理改派2人装客人进店探底，1458元一桌。吃的2人直呼没一样踩雷，疑心却更重。食材到底哪来的？7点了，饭馆怎么连辆送菜车都没有？老李，你们那边前半夜到现在，看到有物流车、三轮车停正门卸货吗？陈哥，都准备营业了，后厨肯定有食材，咱们怎么跟上面汇报啊？赵经理，我们俩1秒都没合眼，那铁门除了早上进去个女学生，真的什么都没进过。你们是第一天干活吗？生意那么火，一天几十斤肉，上百斤菜，你跟我说没供货商，你们是不是睡着了？既然外面摸不到线索，你们俩装成客人混进去探底，消费报销，进去仔细看。明白了，赵经理。这帮人疯了，大冷天胃口吃都这么拼了吗？别废话，赶紧排上，去晚了挤不进去，回去交不了差。这帮人疯了，大冷天胃口吃都这么拼了吗？别废话，赶紧排上，去晚了挤不进去，回去交不了差。陈哥，我眼睛没花吧？一碗蛋炒饭50，茶叶蛋100，这哪是开饭馆，这是明抢啊！普通街边馆子的装修，家常到不能再家常的菜品，却煮出碾压星级餐厅的价格。再看外面心甘情愿排队的客人，这根本就是暴利啊！2位好，决定好点什么了吗？点2份肉末酿豆腐，2碗至臻牛肉面，1份蛋炒饭，2个茶叶蛋，2杯酸梅汤。2位运气真好，刚好是最后2份酿豆腐，一共1458元，扫这里。陈哥，不对劲啊！厨房就这么大，他从哪变出那么多肉和菜？我倒要尝尝1000多块的东西，是不是金子做的？陈哥，太好吃了，就没一样踩雷的。哥们儿，看你们连汤都喝干净了，吃完了吧？外面还排着队，能不能行个方便，把位置让给我们？陈哥，你说林老板是不是会变魔术？
那么大客流量只出不进，根本不符合常理啊！食材难道是凭空变的？干餐饮的只要开门就必须进货。两人盯死那辆50红光，一路跟到青石沟倒闭工业区里的偏僻仓库，箱子里正是明天的肉和菜。等他装货离开，就摸进去拿物流单和供货商标签，这单眼看就要成了。跟上。陈哥，这是白表青石沟，全是倒闭的工业区和荒地，难怪查不到他把仓库藏在这儿了。越偏僻越说明有猫腻，今天非把他底裤扒出来不可。找到了，绝对是这儿，箱子里肯定是明天的肉和菜。别出声，等他走。可惜他们不知道，自己早已暴露。林老板的供应链之谜滴水不漏，2个卧底反被毒死在仓库里。神厨的真底牌还没亮，江城这盘棋才刚开局。把门给我堵死，别让里面那2个小子跑了！